几个世纪以来，关于亚特兰蒂斯的故事一直徘徊在神话与现实之间。它被古代记载、神秘遗迹以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异常现象所支撑。尽管很多人认为柏拉图的描述只是预言，但越来越多来自地质学、考古学和文化研究的证据开始暗示，这些内容可能反映了一段真实的史前文明记忆。如果单独来看，每一项发现都显得令人困惑，甚至彼此之间看起来并不一致。但当这些线索被串联在一起时，却形成了一条几乎无法忽视的叙事链。一种可能性逐渐浮现：人类或许真的曾见证过一个高度发达文明的崛起，以及它的灾难性毁灭。随着新的发现不断出现，这种可能性也变得越来越真实。位于毛里塔尼亚的理查特结构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奇特的地质构造之一，它由巨大的同心圆环组成，直径超过40公里，而它的形态与柏拉图在亚特兰蒂斯记载中描述的陆地与水域同心结构惊人相似。这也让人开始怀疑这里是否保留着某座古老城市的残影。它的对称性与规模看起来过于完美，很难轻易被忽略。尤其是在全球都对失落文明充满兴趣的背景下，理查特结构与古代描述之间的相似性持续吸引着研究者和一些另类历史学者的关注。地质研究显示，这些圆环内部存在明显的侵蚀痕迹，这些痕迹暗示这里在远古时期曾经存在大量水体，这与如今荒芜的沙漠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特征与一种观点相吻合：撒哈拉地区曾经历过剧烈的气候变化，在那个时期这里可能河流纵横，而如今只剩下干涸与荒凉。在岩石中切割出的深沟以及沉积层的分布都说明这里曾经历过长时间的水活动，而不仅仅是短暂的洪水。这些发现让人不得不思考，理查特结构是否曾经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态环境。当我们进一步考虑撒哈拉在史前时期经历过多次湿润阶段时，这种推测就变得更有说服力。那些时期这里可能拥有茂密的植被、丰富的野生动物，甚至可能存在早期人类的聚居。在这样的环境下，这里完全可能呈现出类似沿海或岛屿的景观，这与柏拉图的描述高度契合。当地的地形结构显示，水体曾经可能填满这些同心圆形的凹陷区域，形成天然的运河与水盆，而随着气候巨变，这些水体逐渐消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几乎看不到明显的人类活动痕迹。当这些地质线索与古代记载相互结合时，一种可能性逐渐浮现：理查特结构或许真的代表了某个被灾难彻底重塑的地点。如果在沙漠形成之前，这里曾存在一个繁荣的文明，那么它的遗迹很可能早已被侵蚀、掩埋，甚至完全消失。灾难性的环境变化足以将人类存在的痕迹彻底抹去，只留下地质层面的痕迹。正因为如此，一些研究者认为理查特结构可能是亚特兰蒂斯传说真正的起点之一，而另一条线索则来自巴哈马的比米尼之路。那是一片由巨大矩形石块组成的结构，排列方式类似铺设的石板平台，位于海面之下。尽管主流考古学认为它是自然形成的，但这些石块的形状、排列方式以及部分看起来像被拼接的结构依然让人产生疑问。这些石块的平整程度甚至可以与水平面完全对齐，它们的精度令人印象深刻。也正因如此，关于它的争议至今仍未停止。1968年比米尼之路的发现立刻引发了一场争论，人们开始讨论这些位于巴哈马海岸外的大型石块是否可能是某种早已消失的结构遗迹。现在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石块，它们构成了道路的主体部分，可以明显看到裂缝，结构非常清晰。这些石块的形状非常统一，这种道路的结构精度令人惊叹。这些石块形成了一条几乎笔直的路径，延伸数百米，矩形石块一块接一块排列，呈现出类似古代堤道的结构。这些石块的规模与排列方式看起来极具人为设计的特征，尤其是它们位于浅海区域，而且靠近古代可能的航行路线。潜水员和研究人员不断对这一结构进行研究，试图揭示它真正的用途。有人认为这显然是一个人为建造的结构，为了在倾斜的地形上建造一个平整的平台，人们使用了基础石块进行填充，并在其上构建巨石结构。
支持人为建造的观点指出，一些石块存在被切割或修整的痕迹，这些石块的形状、大小和排列方式与其他古代巨石建筑风格高度相似。有些石块明显被修整过，而另一些石块的摆放方式也不像是自然海滩岩石的随机分布。水下调查发现，这里存在直角结构以及层次均匀的排列，这些特征更像是人为设计，而不是自然地质过程的结果。这些迹象表明，这里很可能曾有人类活动，而且发生在海平面与今天完全不同的时期。争论的核心之一在于这些石块的年代，以及它们是否曾经位于海面之上。在最后一次冰期最盛时期，以及随后的冰川融化阶段，全球海平面远低于今天，大片陆地曾暴露在外，包括如今已经沉入海底的海岸线。如果比米尼之路曾是一个港口、防波堤或者某种仪式平台的一部分，那么它在那个时期很可能位于陆地之上。当时这里或许有人类活动，对周边材料的放射性探测定结果并不一致，这也让时间线仍然存在争议。随着新鲜女木期全球快速变暖，海平面急剧上涨，全球无数沿海古聚落尽数被海水淹没消亡。比米尼之路就是这场地质浩劫的见证者，被彻底吞没在大西洋海底。它地处西大西洋的位置，完美契合远古失落岛屿文明、洪水覆灭高等文明的传说。也正因如此，这里一直是探寻亚特兰蒂斯以及未知史前文明的核心线索。除了比米尼之路，另一处重磅线索来自日本近海的与那国海底遗迹。这里是全世界最震撼的水下巨型石质结构之一，宽阔平整的巨型石台，锋利笔直的实体边缘，极致规整的几何形态，清晰的线条，标准的直角结构，处处都彰显着人工工程建筑的特征，绝非天然岩石。遗迹内部构造丰富，既有阶梯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也有宽阔广场、墙体和人工通道的轮廓，种种细节都证明了明确的人工建造意图。超大的整体规模也说明这里曾是大型沿海人类聚落。时至今日，关于它是天然形成还是人造遗迹的争论从未停止。每一次潜水探索有新发现时，都会再次升温，因为不断浮现出很多特殊特征，根本不符合自然随机的地质断裂结构。有些石面布满规整的水平条纹，看上去特别像人工刻意刻划的痕迹，还有一些台阶高度出奇的统一，这更像是精心设计出来的成果，绝非大自然随机形成的巧合。研究人员还在这里发现了疑似水池柱状构造，还有大量巨型分立石块，种种细节叠加在一起，也让完全自然形成的说法越来越站不住脚。如果这座遗迹真的是人为建造，那就意味着在日本已知文明出现的数千年前，这片海域就曾诞生过一个高度发达的古老文化。这个文明繁盛于冰河时期，那时候全球海平面远低于现在，海岸线和如今完全不一样。古人沿着海岸建起聚居部落，等到气候变暖，海平面快速上升，整片沿海区域被海水吞没，曾经的聚落与建筑也就此沉入海底。相关地质研究也证实，与那国周边远古时期是一片相连的广阔陆地，连通日本、台湾和琉球群岛，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特别适合早期海洋文明繁衍发展。一旦这片陆地被海水骤然淹没，原住民只能向内陆迁徙，留下的沿海巨石建筑便永远留在了深海之中。而且与那国遗迹的建造手法、石材处理方式和世界各地很多远古巨石遗址高度相似，这也让人不禁猜想，远古人类是不是共享着同一套建筑技术，甚至拥有同一个早已消失的文明源头。倘若能证实这座遗址来自冰河时代之前，整个人类文明史都要被重新改写，说明人类成熟的建筑工艺远比我们认知的还要久远。也正因为这样，与那国海底遗迹成了研究水下古文明的核心对象，更是探寻亚特兰蒂斯这类失落文明的关键线索。而除了海底巨石遗迹，还有一条重要线索，来自西西里海岸附近打捞出土的神秘金属锭。这些发现为远古冶金技术以及它和亚特兰蒂斯传说之间的关联打开了全新的视角。柏拉图的记载里曾提到一种稀有金属山铜，这种金属泛着独特的红色光泽，深受亚特兰蒂斯人重视，大量用在宫殿建筑和宗教祭坛当中。后来潜水员在一艘远古沉船上发掘出了大批同款金属锭，瞬间引发了整个学界的关注。成分检测结果显示，这种金属以铜为主，
质地和色泽都接近黄铜，和柏拉图对山铜的描述几乎完全吻合。这些金属锭出现在古代贸易商船里，也足以证明它并不是神话虚构的物质，而是能批量冶炼、长途运输、用来商贸交易的实用材料。它独特的色泽和合金配比需要成熟高超的冶炼工艺支撑，这种技术很可能传承自更为古老的史前文明。如果上古文明真的承袭了失落文明的核心记忆，那山铜这种特殊材料本源大概率就来自某个覆灭的史前文明体系。西西里出土的这些金属锭正是那个古老文明留下的实物遗存。历史上但凡遭遇重大灾难，往往会彻底遗失那些高度专业化的顶尖技术。后世新生的文明只能不断尝试复原这些古老记忆，但复刻的完整度和成熟度始终参差不齐。这些珍贵的金属锭能够在漫长的海洋岁月中完好留存，足以证明它们的价值在原始制造文明覆灭之后依然被后世延续和认可。这也印证了一个关键理论：早期的地中海古文明大概率接触并继承过史前高等文明的先进技术，这些失传的高端技艺以未知的方式跨越时代，悄悄传承了下来。在远古航海文明中，不同地域的族群频繁交换金属、颜料、工具以及各类珍稀奢侈品。这段历史虽然缺少完整的文字记载，但留存至今的考古证据早已足够佐证一切。如果传说中的山铜曾经大范围流通，并且是地位与神圣性的象征，那它就是高度发达史前文明留下的真实残影。这个消失的古老文明极大概率以成熟的稀有合金冶炼技术闻名于世。也正因如此，西西里海域出土的金属锭成为了至关重要的突破口，从现实考古层面为亚特兰蒂斯这类史前先进文明的存在提供了强力支撑。除了冶金遗迹，还有一项颠覆认知的神秘证据，那就是1513年的皮里雷斯地图。这幅地图是人类历史上最无法解释的制图谜团之一，因为它精准描绘出了那个年代人类根本不可能掌握的海岸线地理。地图对南美洲东海岸的轮廓与细节刻画精度高得离谱，远超当时欧洲航海探索的认知水平。而最让人震撼的是，地图上还标注出了一块神秘的南方大陆。诸多研究者考证后认为，这正是尚未被冰层覆盖的南极洲原始轮廓。如果这个解读成立，就说明当年的制图者参考了远比近代更古老的原始地图资料，而这些资料必然来自一个拥有顶尖全球地理测绘能力的未知古文明。而1531年的奥隆特乌斯菲纳乌斯地图让整个谜团变得更加不可思议。这幅地图详细描绘出了南极洲的河流、河口与山脉地形，这些冰下地貌细节和现代地震扫描探测出的真实地形高度吻合。如此精准细致的冰下地理数据，哪怕是现代科考探测都难度极高，文艺复兴时期的古人根本不可能独立完成测绘。如果这两幅古地图都是复刻自更古老的文明资料，那就足以证实，在人类已知正史之前，地球上曾存在过掌握全球测绘能力的高等文明，彻底颠覆了我们对古代航海与探索历史的固有认知。这些无法解释的异常证据都在指向一个真相：顶级的地理知识在一次次文明崩溃、族群迁徙、文明重建的轮回中被悄悄保留、传承了下来。古代航海者很可能继承了前人留下的技术，这些地图后来被中世纪的人复制、接收并使用，这就形成了一条断裂却延续的传承链，一直追溯到一个高度发达的史前源头。多张神秘地图之间所表现出的高度一致性，进一步支持了他们可能拥有共同来源的观点。这些地图的存在暗示着一种跨越时间的全球制图记忆，也间接证明曾经存在一个对地球结构有深刻理解的文明。这些地图上所体现的海岸线、精度，甚至极地区域的准确性，都需要精密的天文观测以及高水平的数学能力，而这些能力远远超出大多数古代文明的已知水平。如果这些知识真的来自一个早于文字记录的时代，那么这些地图就像是通向那个遗失世界的窗口。它们进一步强化了一种可能性：亚特兰蒂斯或者类似的文明曾经拥有绘制全球地图的能力，远远早于后来的文明重新掌握这些技术。在世界各地还存在另一类异常现象，那就是古代遗址中精度极高的石材加工技术。这类结构包括多边形石墙、相互咬合的巨石结构，还有极其精准的钻孔工艺。这些特征都远远超出简单石锤和铜凿所能实现的水准。很多遗址里的石块重量动辄几十吨甚至上百吨，却被打磨得极度规整，拼接起来严丝合缝，
缝隙里连一片刀片都插不进去。这些惊人的工程成就背后是一套先进的工程知识体系。按照主流历史时间线，这种技术根本不该出现在那个远古时代。有些巨石表面甚至留有类似机械加工的痕迹，规整对称的切割线，还有近乎完美的方形凹槽，细节特征和现代工业加工高度相似。更让人费解的是，这种特殊的巨石建筑风格并不是某一个地区独有，从安第斯山脉到地中海沿岸，再到全球其他角落，都能发现形制相近的遗迹。这种大范围的高度相似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些精湛工艺是各地文明各自独立摸索出来的，还是源自同一个更早的远古文明？种种相似的痕迹都在指向一种猜想，地球上或许曾经存在一个母文明，在自身消亡之前，把知识和技术散播到了世界各地。这些难以解释的工程意象，也让研究者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个核心问题：远古先民到底是怎样搬运、起重，还能精准安放这些巨型石块的？传统说法无非依靠绳索、木轨、滑轨，再动用大量人力，但这套说法根本解释不了巨石工程的宏大规模和超高精度。很多巨石坐落于陡峭山坡、狭窄高台，甚至建筑的高层位置，靠原始人力和简单工具几乎不可能完成施工。这种超乎想象的施工难度，足以说明古人类或许掌握了远超所处时代的先进技术。当我们把全球各处的巨石遗迹和亚特兰蒂斯的传说联系在一起，一个全新的推测便浮出水面：远古曾存在一个文明知识中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个角落。倘若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繁盛于更新世晚期或是全新世早期，那它在覆灭之后，残存的技术与文化碎片便散落传承到了各地幸存者族群之中。岁月流转之下，这些文明碎片化作了一座座看似毫无关联的奇异遗迹，但站在宏观视角来看，它们极有可能拥有同一个文明源头。从这个角度来讲，遍布世界的巨石工程或许正是那个失落黄金时代留下的珍贵遗产，沉默矗立在大地之上，静静诉说着远古的辉煌。而在爱琴海的圣托里尼岛阿克罗地理遗址，为失落文明的猜想提供了又一份关键佐证。这是一座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城邦，却在一场超级火山喷发里被瞬间掩埋，彻底毁灭。规整的城市街道，错落的多层建筑，还有设计完善的排水系统，处处彰显着极高的城市规划水准，远超同一时期的其他古文明。房屋中留存的精美壁画，生动描绘了日常百态、远洋航海，还有庄重的宗教仪式，尽显这个文明浓郁的艺术气息与独特文化内涵。整座遗址像被按下了时间暂停键，一个鼎盛繁荣的文明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里戛然而止。剧烈的火山喷发将整座城市深埋在厚重的火山灰之下。这一幕和柏拉图笔下亚特兰蒂斯在一昼夜之间骤然消失的记载形成了奇妙的呼应。考古勘探也证实，灾难降临之时，当地居民根本来不及大规模撤离，生活器皿、生产工具全都原样留存，仿佛在讲述一个被突然中断的生活。这场灾难的规模彻底改变了整个岛屿的地形，也塑造了今天圣托里尼的形态。这样剧烈的事件清楚地说明了一点：当古代文明面对自然的巨大力量时，是多么脆弱。阿克罗地理的先进程度让一些研究者提出一种观点，它可能只是众多文明中的一个。那些文明的突然消失，逐渐演变成全球各地的洪水与毁灭传说。它的海洋联系说明，这座城市很可能曾属于一个更庞大的交流网络，一个广泛贸易、共享文化与技术的体系。如果这样的网络被火山喷发所破坏，那么知识的断层将持续数代之久。这也让阿克罗地理成为研究文明如何消失的重要案例。同时，他也提出一种可能，在更早的时代或许存在过更加古老的文明，只是他们早已被彻底抹去。如果像阿克罗地理这样复杂的城市都可以消失数千年，直到偶然才被发现，那么整个人类史前文明也完全可能被埋藏在海底、沙漠或者火山沉积之下。这进一步强化了一种观点：柏拉图的故事或许并非虚构，而是对某些被自然灾难摧毁的城市的记忆。从这个角度来看，阿克罗地理不仅仅是一个考古遗址，它更像是一种提醒我们整整一段人类历史是可以被彻底抹去的。而在北海之下，曾经存在一片广阔的陆地，被称为道格兰。在最后一次冰期，这里连接着英国与欧洲大陆。这片区域曾经拥有森林、
河流、湿地，以及在其中繁衍生息的人类。考古学家通过海底调查，发现了工具、骨骼以及早期聚落的痕迹。这些证据表明，道格兰并不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土地，而是一个繁荣的史前生态系统。随着冰川融化，海平面迅速上升，这片土地逐渐被淹没，原本的村庄与狩猎区域变成沼泽，随后彻底沉入海底。最终，这一地区的消失大概率源于一场灾难性事件——斯托雷加滑坡。这是一场巨大的海底滑坡，引发了席卷整个区域的海啸。这场灾难很可能摧毁了最后的遗迹，并加速了这片土地的彻底消失。道格兰的故事说明了一点：史前文明完全可能存在于今天已经被海水淹没的地区。如果一个面积相当于现代欧洲国家的区域都可以在几千年内彻底消失，那么其他沿海文明也很可能遭遇同样的命运。海水上升会抹去建筑痕迹，冲散文物，掩盖整个文明的规模，这让我们几乎无法仅凭陆地遗址还原完整的人类历史。道格兰与亚特兰蒂斯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在被海水吞没、环境巨变以及文化记忆消失这些特征上高度契合。当我们用道格兰的例子重新理解亚特兰蒂斯，就会发现柏拉图的描述不再显得不可信。地质与考古证据已经证明，整片地区甚至整片陆地确实可以从人类视野中彻底消失。这也让一个结论变得越来越合理：被淹没的文明不仅可能存在，而且很可能不止一个。结合地球漫长且剧烈的气候变化历史，这种可能性变得无比现实。柏拉图对亚特兰蒂斯的描述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异常具体，无论是尺寸、结构还是地理细节，都远超一般寓言传说。他提到同心圆状的陆地与水域、复杂的运河系统、强大的海军力量，以及一场突如其来的毁灭，而这些特征在多个水下遗址中都能找到对应的痕迹。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将这场毁灭定位在大约11600年前，这个时间边界正是一个全球气候剧烈动荡的时期，气温快速上升，巨型洪水频繁发生。这种神话与地质现实的高度对应，让人开始怀疑，柏拉图记录的或许并不是虚构故事，而是一段被传承下来的古老记忆。有证据表明，这一变化可能是由某种灾难性事件触发的，比如陨石撞击、大规模空中爆炸，或者冰盖崩塌后大量融水的瞬间释放。这一时期的地质层中发现了微小的球状颗粒、纳米级钻石以及熔融玻璃，这些特征都指向极端高温以及剧烈的环境破坏。这些迹象说明，这是一场全球范围的事件，足以摧毁生态系统，甚至影响整个人类群体。新仙女木期撞击假说认为，当时曾爆发大规模火灾，席卷整个大陆，随后进入长期黑暗，气温骤降，并伴随大范围物种灭绝。沿海地区尤其脆弱，随着冰川加速融化，海平面剧烈波动，低洼地区被迅速淹没。如果当时存在沿海文明，他们可能在极短时间内被彻底摧毁，只留下零散遗迹散布在更高的内陆区域。这种瞬间毁灭也解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几乎找不到完整的史前文明证据？如此规模的灾难会让文化、技术、工程体系在极短时间内彻底断裂，幸存者可能被迫回到游牧生活，放弃原本的建筑与科学成就。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文明的记忆逐渐演变成神话，变成关于洪水、众神以及消失黄金时代的故事。而这种剧烈崩溃也让这些记忆难以被完整保留下来。如果将新仙女木期灾变与亚特兰蒂斯联系在一起，就会得到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框架：一个繁荣文明如何在短时间内彻底消失。柏拉图所描述的城市沉入海中，与这一时期海平面剧烈变化的地质证据高度吻合。如果亚特兰蒂斯确实存在于这个时期，那么它的毁灭完全符合已知的自然灾难模式。这也让新仙女木期成为解释史前文明消失的最有力候选之一。那些文明如今只存在于零散的传说之中，而哥贝克利石阵则是另一个极具冲击力的证据。它是现代考古学中最震撼的发现之一，因为它的年代与复杂程度完全打破了我们对早期人类的认知。这座遗址建于11000多年前，远早于农业的出现，却已经拥有巨大的梯形石柱，每一根都重达数吨。
并被排列在圆形结构之中。这些石柱上刻有精细的动物图案以及抽象符号，显示出高度成熟的艺术与象征体系。如此复杂的建筑突然出现在人类历史中，直接挑战了一个传统观点：文明是在农业之后才发展起来的。这些巨石的开采、加工与树立需要极高的组织能力以及精确的工程技术，远超我们对狩猎采集人群的认知。哥贝克利石阵被认为是一个仪式或宗教中心，但要建造它至少需要数百名工人、复杂的规划以及系统性的工程知识，这让考古学界感到困惑。在工具仍然原始的时代，这种规模的工程是如何实现的？这一遗址的存在暗示一种可能：这些技术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被继承下来的，来自一个更早却已经消失的文明传统。另一个谜点在于，这个遗址几乎是突然出现的，在它之前几乎找不到明显的发展过程，不像是逐步演化的结果，而更像是直接以成熟形态出现。这意味着要么掌握了长期积累的知识，要么受到了一个更早文明的影响，而这个文明很可能存在于目前的考古记录之前。在考虑到这个遗址在使用之后被人为掩埋、失落源头的假说就变得更加有说服力。哥贝克利石阵的存在支持了一种观点：人类远古历史中可能存在一些远比主流时间线更先进的阶段，它庞大的规模以及突然的出现与那些关于知识中心消失的传说形成了呼应。如果这种技术体系曾经跨越大陆传播并传承工程技术，那么哥贝克利石阵很可能就是这种遗产最后留下的痕迹之一。这也让这个遗址成为失落文明之谜中的关键拼图，同时也可能是类似亚特兰蒂斯文明的回声。那些曾经影响古代世界的文明，在世界各地的古老文化中都反复出现一种共同的记忆，一个曾经繁荣却被灾难摧毁的黄金时代。在埃及传统中存在关于众神时代的记载，那是一个由神或神性存在统治的社会，但后来却消失无踪。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传说中也提到洪水之前的国王，他们拥有异常的寿命和非凡的知识，但这一切最终都在一场大洪水中终结。类似的故事还出现在玛雅、波利尼西亚以及美洲原住民文化中，他们同样描述来自天空的火焰、沉没的大陆以及失去的祖先家园。这些神话之间的高度相似性让人难以忽视，尤其是在彼此文化隔绝的情况下，这种一致性更显得不同寻常。这也让人开始怀疑，这些故事是否源自同一场真实的史前事件。许多记载中还提到先进的存在，他们向人类传授数学、天文学、农业以及建筑技术，这似乎暗示人类曾与更高等的文明接触。而这些存在的突然消失，往往伴随着环境巨变，他们的城市被摧毁，幸存者只能重建文明，却只掌握了残存的知识。这种模式在不同文化中反复出现，也让人怀疑这些神话是否记录了同一场灾难。在波利尼西亚的传说中有关于被海水吞没的家园，而北美一些原住民的故事则描述旧世界被洪水与火焰毁灭。在印度神话中也存在类似的记载，提到被海洋吞没的城市与大陆。这些故事都围绕着几个共同的主题：道德衰落、神的警告以及灾难性的终结。这与柏拉图对亚特兰蒂斯的描述高度一致。这些反复出现的叙事更像是某种共同记忆，而不是各自独立的创造。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记忆逐渐融入文化之中，慢慢演变成关于神、半神以及消失世界的传说。如果这些神话真的基于真实事件，那它们很可能就是人类对某个失落文明的集体记忆，一个存在于已知历史之前的文明。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一种观点：亚特兰蒂斯并不只是哲学语言，而可能是对一个被远古灾难抹去的先进社会的回忆。当我们把这些神话与现实中的水下遗址结合来看，比如帕夫洛佩特里、赫拉克利翁以及沉默的赫利克，就会发现城市消失在海中并不是虚构，而是确实发生过的历史。这些发现说明人类聚落曾多次被海洋吞没，也证明亚特兰蒂斯的核心设定并非完全幻想，而是建立在真实的地质过程之上。在埃及海岸附近发现的遗迹，整座神庙、街道甚至城市结构都被埋在水下与沉积物中。这清楚地说明，一个繁荣的港口城市完全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海洋吞没，并被遗忘数千年。如果这种事情在全球范围内反复发生，那么一个更庞大、更先进的文明
也完全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极少数难以被传统考古触及的痕迹。当我们把所有证据放在一起看，一条相对清晰的线索开始浮现：地质巨变、被淹没的陆地以及遍布全球的异常遗迹。它们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更像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碎片。无论是道格兰的消失、巨石建筑的精密工艺，还是戈贝克利石阵的突然出现，这些现象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一个共同的史前背景。这些线索让人不得不思考一种可能：在远古时期确实存在过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只是后来被全球级别的灾难彻底抹去。随着新鲜女木期的气候巨变，海平面迅速上升，沿海地区首当其冲，那些依赖稳定环境生存的城市很可能在1代人之内被彻底吞没，连同他们的技术、建筑以及文明成果一起消失。幸存者只能向内陆迁移，带走的只剩下零碎的记忆与故事。而这些故事经过漫长的时间演变，最终变成了黄金时代与失落世界的神话。这也解释了一个现象：为什么许多文明会突然出现高度复杂的符号体系与建筑技术，却找不到清晰的发展过程。而古代地图，比如皮里雷斯地图与菲纳乌斯地图，则提供了另一条线索：某些精确的地理知识似乎在文明崩溃之后依然被以某种方式保存下来，并在后世重新出现。类似的，像山铜这样的金属也暗示早期人类可能掌握过更复杂的冶金技术，而这些技术后来大多失传，只留下零散痕迹。当这些线索被拼在一起，一个更大的图景逐渐清晰。亚特兰蒂斯也许并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神话，而是一种象征，一种对真实史前文明的记忆残影。地质、考古、神话与地图，这些看似不同的领域，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结论：人类历史中可能发生过一次巨大的断裂，这场断裂抹去了整个文明体系，只留下零碎的证据，在今天看起来显得格格不入。而那些巨石建筑，那些精确到极致的结构，那些我们今天仍然难以复制的工程技术，也许正是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最后证据。